饭了。好，哎，老张，给我带点肉回来。哎，好嘞。这大好的天气，就该找个有葡萄架的阴凉处睡一觉。唉，罢了，那都是过去了。既是来了人间，在找芙蓉君之前，我得自己先玩个够。您的包子。迎新人，谢谢。结同心，百年恩爱双心结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华安，平安喜乐，得偿所愿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张雪娇送上白玉手镯一对儿，行。杨员外送上玉壶白瓷瓶一对儿。结账。生意兴隆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大老爷送玉如意一只。碧苍王沈梨送上金石头一块儿。好家伙！姑娘，这是您订的酒。哎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您慢走。狗子，再来吃饭。来吧。只是因为没有哪一串骨头
是只结一个果的。这门倒是没什么变化。你呀，真是片刻不得消停。物已非，人已非，于我而言不过是前不久才发生的事情。那些我所拥有的记忆，但于这世间而言，却好似连痕迹也没有了。会不会这世上根本没有行云此人，一切只是我的虚妄幻想？要说100年前，在江湖之上，声名大噪的清盛城城主顾城锦，他这一生可谓是传奇。顾城锦对清盛城可谓是殚精竭虑，为清盛城百姓行尽善事。先有能掐会算的半仙为他谋事，谋事行云，出身威寒。本是平民之身，却有惊人之计。行云意外得罪了彼时清盛城的大公子，小院被烧。霎时间，浓烟滚滚，杀声连天，火光冲天。而身体孱弱的行云，却在一众高手的刺杀下，竟然如有神助，逃出升天。而后，顾城锦杀了亲兄，终于坐稳了清盛城主之位。斩断秋落，只剩续一场梦。春冬星辰，愿溯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变幻，回忆太汹涌。而顾城锦的神秘妻子叶氏，死而复生之后，却伴青灯古佛终了一生。顾城锦钟情叶氏，一生未曾续弦。叶氏亡后，顾城锦越发的沉默寡言，终日郁郁，病若缠身。不过1、2年时光，便也终此一生。谋士行云助顾城锦夺取清盛城城主之位，而后隐退，不想锦衣玉食，不纳娇妻美妾，而是归于小院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世界事换作尘埃一粟，离合最匆匆。宿命呐喊。
再重逢，仍有万物同在同一片星空。他愿归来，遨游碧海苍穹。我怎么会为了一段回忆，失措成这个样子？沈君还要跟多久啊？你什么时候察觉到的？沈离若是愚笨至此，早在战场上被杀了。沈君，昨日是我做的不对，本想着今天跟你道个歉，但一觉醒来发现你已经到了人前，我便赶过来了。没事。左右对付芙蓉君的法子还多着呢。那晚，我冲着神君发脾气，用灵尊训斥的话来说，便是以下犯上。沈离也有不对。有一次，我因身受重伤掉落人间，就躺在那里，筋疲力尽，无法动弹。我此一生，从未如此难堪狼狈。
子昂，回家吧。当时被捡到的时候，确确实实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，就像是遇到了传说中的英雄。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属于自己的英雄。竟是一个那么普通的凡人，掐住他的脖子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让他窒息而死。我叫沈离，你再叫一声疙瘩试试。沈离，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对行云上了心。神君，行云，沈离不动。又被你看穿了。其实早就有所察觉，只是我一直想不通，好好的天外天你不待，为何要下到凡界，做一个那么憋屈的凡人？这个位置才是憋屈。等你像我活了那么久之后，你才会知道，无聊会成为你做很多事情的理由。我本想下界来到人间，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，过着凡人该过的余生，奈何我虽然变成了凡人，却没有换掉身为神明的记忆。难怪你懂那么多奇怪的阵术，却没有半点法力，也看不到灵体的存在。以凡人之躯，哪能承受得了那么多的记忆？难怪是个病秧子。那既然你全部都记得，为何需要与我装作不认识？和你在灵界经营赶墨峰回王都的理由一样吗？因为不喜欢，所以不想耽误对方，是吗？与其相识，不如装作陌生。你是这样的意思啊？行止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对方不喜欢自己？你这些举动根本就是在勾引人啊！还是连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？你被勾引了？可能吗？神君当真是思虑过重。我好歹也是碧苍王，怎么会这般没有分寸？我之前遇到的是凡人行云，所以能够去喜欢。但你是上古神，我又怎么能把情感延续到你的身上？身份的转变，
确实会改变很多。若有朝一日，你我在战场上相遇，我会成全那个身为碧苍王的沈明。不过，灵界与仙界马上就要联姻了，根本就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其实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，你若不想是行云，便不再是行云，没什么好隐瞒和伪装的。本来在我心里，行云就已经死了。你现在是神，行止。神力，自始至终，行云行止，都只是我一个人。不是的，对我来说不一样。所以，我会遵从神的旨意，与芙蓉君联姻，与神君也不会再有任何瓜葛。神君不必忧心了。好，既然你能这么想，那便最好。城门要关了，我约莫再也不会来青圣城了。我欲去锦绣城寻人，神君打算去哪儿？我打算有奇怪的气息，而且并非善类，你感觉不到吗？即便如此，你为什么要拉住我呢？我用躲吗？我差点忘了，你不是行云。神君在三界里一向都是横着走，旁人只有让道的份儿。哎，你可真是放肆张狂。不过也是，你是神君，地仙，这是地仙的气息，没有仙界的旨意，他们怎么能胡乱侵人啊？凝冰术，止水术有何不同啊？止水术乃是上古神秘术，可冰封万物，而你说的凝冰术，我不知道，不足一提。这是什么术啊？附仙术。哎呀，多谢大仙，救命之恩呐！这么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弱啊？哎，你这啊？没错，我是。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？哎呀，此事说来话长了，这源于一个修仙门派扰的祸事。3个月前，一个叫浮生门的修仙小派在江湖上名声大噪。这本不关我们的事，但他们却开始宴请各处地仙，不少地仙受邀而去，但一去却没了音信。那时大家都还没怎么在意，但那门派又派人来请了第2波地仙们过去，第2波人走了，也同样没有回来。走了。大家感觉有些不对，于是等那门派第3次来邀时，大家都不肯过去。可没想到，
他们就一般人开始强制抓人。哎呦！我们这些地仙能有几个？抓了几波，又请了几波，后来又零零散散的扣走了一些人。不到几个月，这方圆几百里啊，抓的恐怕就剩我一个了。我还是幸亏躲到了城中，趁着人多呀，我隐藏了一些时日，最后还是被他们给抓住。今天要不是你们，我恐怕都回不去了。你们地仙好歹也是个仙神，法力不强，但也不至于弱到这种程度吧？有一些法力高的地仙曾经试图反抗，但是他们好像有专门对付我们的办法。哎，你看，就像这绳子，只要被它捆起来，你是怎么挣扎都解脱不了啊！先前有些地仙说，他们好像用的不是仙术，是你们灵界的东西。灵界与仙界本就互不信任，虽说与仙界撕破脸皮没什么可怕的，但若是受他人挑拨，导致此等局面，总是让人难以接受。哎，你把你那什么术解开。这样使唤上古神不太好吧？别墨迹。我每个问题只问你一遍，你若不回答我，我便把你的手指头都弄断。你且算算，你有几根手指头？说是谁派你们抓地仙的？说！门主！别下了咒，若他们答了不该答的问题，便会身亡。多么恶毒的咒术啊！线索断了。或许我可以帮你们找到地仙。怎么找？上古大地之神在神陨之际，把他的神力藏于土地。我们这些地仙都受到大地之神的庇佑，身上都有微弱的上古神力。只可惜大地之神离开太久了，我们只能取得微弱的联系。但是我能感受到大概的方向。行，有方向也行。你找找路，我们抓紧时间去救人。好。神君，我此次来人间是来找芙蓉君的。现在遇到此事，或许神君能去找芙蓉君。神君，芙蓉君的事不用管他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他们抓了那么多地仙，想干什么？有头绪吗？正如葫芦所言，倘若他把所有的地仙都拿去炼制，或许是想要得到上古神之力吧。若是如此，那此事并不简单啊。还是要去看看。好，那到时候去救人，破阵破法的你来，做人我来。姑娘家要矜持。你好歹是个姑娘家，怎么把自己当成男人使？这神态语气与行云无二。先前他还在我面前刻意隐藏，这下全都说破，那些劣根性啊，便都暴露了出来。真想将他拖来狠揍一顿，哪有像他这样，一边拒绝又一边勾引人的？1000年了，还是有人不死心的。
就是那儿。那儿原来呀住着一大妖怪，原来这个妖怪啊性子是不坏的，跟我们地仙啊和平相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这儿成了囚禁我们地仙的牢笼了。哎，我们做那个木筏子就可以过去。哎。怎么回事？门主，有必要吗？没必要，单纯觉得很有趣。好了，后面的事交给我们，你先回去休养。放心吧，这些地仙不久都会放回去。不行不行，你不知道他们很厉害的，我很担心你们。我觉得我还是陪你们一块儿吧。你该为他们担心。地仙，这是送给你的礼物，拿它来防身。好歹是个上古神，怎么送人礼物如此小气？只要他不把那木棍丢掉，这方圆百里没有人是他对手。你这是谢谢他提供有用线索，也谢谢他上一次在人间特意赶来救我们，虽然没救成功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掉水里的。我也没那么怕水。没事吧？怎么突然起这么大浪啊？没事。需要带吗？带什么？怎么救？阵法术法交给我，揍人你来。
像是灵界的人吧？怎么可能？灵界的怎么好心会救我们呢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快回去吧。谢谢大仙，谢谢大仙。走了。谢谢大仙，谢谢大仙，谢谢大仙。谢谢大仙。走啊！多谢仙君，多谢仙君。起来吧。先前那些地仙被抓去哪儿了？你这灵界的家伙，居然还敢有脸来问！你会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？哎呀，好歹是救了我们，你别这样。我只说一遍，生擒地仙一事，与我灵界没有半分关系。我也是今日无意得知。胡说！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灵界之人野蛮横行、居心叵测，一直图谋不轨。你少说两句。此次请了我们，不知要做什么，下次是不是就要去仙界抓人了？你们这些灵界的家伙，没一个好东西，你们的灵尊更是这样。再敢放肆一句，我毕苍王必让你失手分家。沈离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但既然你已将我定罪，我就将这罪名坐实，让你死得踏实一些，可好？此人满嘴喷粪，辱我君王，还诬陷我灵界未行之事。我灵界常年被这些喜欢闲言碎语的东西恶意重伤，不废我，难消我心头之怒。你若杀了他，便更难洗脱灵界的冤屈。我是说了几句，可是这么大的火气。是啊，你们灵界中人难道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各位地仙，就是。即使害你们的人身上带有灵气，但并不代表就是灵界中人所为。可能是有心人从中作梗，挑拨仙灵两界的关系。前段日子我到过灵界，灵界的族民并非像你们所想那般嗜血好战，还望各仙君勿听谣言，以免中了奸人的计谋。据老朽所知，前些日子去灵界的是天君皇孙芙蓉君一人。方才那位女子自称是毕苍王沈离，莫非真是你们夫妇二人？芙蓉君与毕苍王尚未婚婚。既是仙君的话，那便是真的了。是。毕苍王一心为了灵界，并且极为护短，他听不得有人损害灵界的威望。他刚才那般，也是突然来了脾气，还望各位见谅。仙君对王爷倒是极好的，
并非先前传闻中的那样啊。对呀。因为他值得。都走了？走了。方才他们说，好似还有一批地形被压到了南方，但具体什么方位，他们不清楚。这是你仙界的事，与我无关。要救人你自己去吧，我去锦绣城了。跟着我做什么？锦绣城也在南方，我们同路。想不想去吃点东西啊？不想。这下面正好有一个村落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厨房去做些吃的。许久未吃五谷，甚是怀念啊。你做？我做。行云做的东西，确实有几分让人想念。走吧。两位，来喝点茶吧。坐坐坐。老板娘，可否借您的厨房一用，弄些吃食？你们要吃什么呀？我给你们弄就好了。我这个妹妹啊，口味比较刁，怕您做的不合她的口味。您放心，报酬我们会付的。那行，我一会儿去收拾一下厨房。两位啊，先喝点茶。两位请。黑店怕了。私以为他们还是黑不过神君的。王爷抬举了。都收拾好了，公子进去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看你们跑到这荒山野岭，一点也不见疲色，想姑娘的身体是极好的。还行，不过就杀过千百个魑魅而已。姑娘真会说笑。我从不开玩笑。过来。姑娘，有事儿？不出来，我将他杀了。
两个笨妖怪。小何，我不是小何，对不起，我叫锦溪。忘了，小何已经为他喜欢的人牺牲了自己，而且，就算他真的是小何又如何？毕竟不是人人都是星矢。你们两个道行也不高，竟然如此胆大，摆摊害人，实属放肆。你们就不怕此处的山灵地仙问你们的罪吗？这里的山灵地仙早就被抓走了。什么时候被抓的？抓到哪儿了？说话呀！我不会揍你。大仙饶命！我们母女并没有想做这害人的生意，只因生活所迫，无可奈何。但这几个月，我们没有杀害过一个人，只是抢走了他们的食物，便把人放了。求大仙饶过我们吧！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摆摊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也是因为四处山灵地仙不停消失，一个都不在了。后来听山上其他的妖怪说，好像被一些叫浮生门的家伙给带走了。又是浮生门，看来他们不止抓了青圣城附近的地仙，一个近年来才崛起的小修仙门派，哪来那么多本事擒住那么多地仙？而且身上还有灵气，莫不是灵界里真有什么图谋不轨之人？既然这样，我们现在立刻启程锦绣城。这顿饭，我改日再做给你吃。大仙，大仙，你们可否带我一起去锦绣城？我很想念爹爹和景言哥哥。城里面瘴气四溢，你一个小妖，不怕你撑不住啊？走吧，给他一张避瘴气的符纸便罢。我也不想再跟你单独走了。记住了，进了城里面，有任何不适，随时和我说。娘，去吧，照顾好自己。这是锦绣城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又回到了虚天渊那哪处。锦绣城的山灵地仙早就被抓得一个不剩，每日山中飘下来的瘴气在城中聚集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走吧，先进城看看什么情况。跟着我。这城中比想象中还要糟糕，这城里的凡人怎么能受得了？可有办法清除瘴气？自然可以，只不过这城里面的瘴气乃是受山林之害，清除了此处的瘴气，只能治标；清除山林间的瘴气，才算治本。先治标，再治本，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。娘，你不要拽我！阿娘，你不要拽我！你是个娘呀！要变得好，阿娘，阿娘，阿
之力。阿娘，阿娘，你对阿娘做了什么？你阿娘中了瘴气之毒。我知道，我不用你们管。我已经拿到破烂仙君给的药了，阿娘喝了便能好。我不要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管。你这孩子，仙君是在帮你。我只听破烂仙君，我不信你们。我要带我阿娘走。阿娘，把药还我。药我可以还你，但你要告诉我，你说的那个破烂仙君在哪里？破烂仙君就在城北书院中，他在那里治病救人已经很久了。阿娘，这城北似乎是有清净之处。这药真能治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刚才我这么一想，就足够了。仙界是否还有像神君一样喜欢下凡治病救人的仙君？神君可认识？去了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走啊！这里不会有鬼吧？你一个妖还怕鬼？这些只是中了瘴的人。救命啊！哎呦，怎么还打人啊？闪离，神君，你谁呀？我芙蓉君啊！你有事吗？没空理你，走开。你太过分了！本仙君舍命救了一座城，你就这样对我？要不是我赶到锦绣城，这里所有人都被瘴气给吞了。是本仙君用计划之力才把局面控制住的。你这么嫌弃我干什么？哼！这些人确实有被净化过。快回去吧。我本是来锦绣城寻一点逍遥的，可却碰到这种事，碰到了也不能撒手不管吧。什么来着？哎呀，这计划口诀。哦，对。好了，你没事了，赶紧进去吧。
费尽全力净化了城中瘴气，可不到1天，又弥漫开来了。城里病号太多了，生病太重的管不了，我便把病情稍轻的一起带去了城北书院里，设了个结界把他们圈住。我每天都出来消除瘴气，这瘴气越来越重，我也没法了。那你为何发现的时候不上报仙界呢？是怕被抓回去吧？现在要硬着头皮，也要凭一己之力去净化这里的瘴气。扛不住了，想起来找人了，还一个人拯救一座城，真是好笑。仙君，你可有见过一个修仙者带着一个徒弟啊？自然是有看见，就在本君设的结界里。你可否带我过去？当然，我牵着你们，这里瘴气太重，当心看不见。他使力，你接我干什么呀？带路，带路也是在这边啊！你放开我！哎我路在这边，快跟上！疼使力，疼死了！没那么疼，快松开，快点，放开我！我回来了，仙君回来了！哎，仙君回来了！仙君辛苦了，这是又救了好几个人呢。仙君，来，仙君回来了！哎，仙君快来！别急，仙君快看！别急，这些人的瘴气好像又有些……好了。谢仙君。谢谢仙君，谢谢仙君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谢谢仙君，放心了吧？仙君好厉害，仙君真是大善人。这儿以前呢是个书院，后来院长行贿贪污，什么恶事都做尽了。被抓了以后呢，这书院就废了。我看这风水还行，就用来当个避难所。都被抓了，风水还行？风水要不行，才不会被抓呢。恶人怎么配？爹，景安哥哥。
在他人生中的那么多个日夜里，有没有哪怕一瞬间会回想起，曾经有一个才露尖尖角的女子，为了成全他，谁让你而再无机会盛放？你娘呢？为何放任你到此处啊？阿娘也担心你不好，只是她受了伤，怕受瘴气影响，所以没敢来。净胡闹！你就不怕染了瘴气吗？喝完这碗汤药，我赶紧送你出去啊！阿爹，前辈，前辈，此结界中无甚瘴气，大可不必赶令前惊走。他也是思父心切，望前辈见谅。你要出了什么事儿，万一让你娘知道了，我怎么跟她交代？这还没怎么。一定会。顾城锦做了城主之后，在锦乐府花园内种满了荷花。虽然没什么用，但是小何知道了，应该是高兴的。至少，他被人记住了。这便是锦绣城因瘴气四溢出现的疫病。要干嘛？如何？你守他这么久，又什么都不懂，不如让懂的人来看一看。神君，有狼。我去看一下其他患者。嗯。冯荣君，你在此地多日，可有发现哪一个方向瘴气最为浓郁？西边，城西南的瘴气总是最为刺人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瘴气根本不是由城外溢向城内的。而是由城内向城外溢出，这种状况恐怕有一段时间了。不太可能。我平日虽然隐居在山林，但是也时常到锦绣城内购置一些生活所需之物。上个月我刚来过一回，当时城外已经有了一些瘴气，可是城内倒是比较干净的。但像他们这样的状况，根本不是得了什么疫病，而是常年吸入瘴气导致的经脉逆行。说来惭愧，数日前我吸入了瘴气，他们便在我的身体里留下这样的痕迹。那是在虚天晕时，他被魑魅偷袭之后留下的伤口。没想到那魑魅留下的痕迹现在还在。而这段时间，行止竟然一声也没吭。这样的痕迹，若不是被带有瘴毒的怪物撕咬，就是常年累月的吸入瘴气，而致血脉逆行。时间久了，达到一定程度，它便会爆发。各地地仙消失，神秘的修仙门派，瘴气肆虐不止。我想这答案或许就在城西。他
他是谁？小声点儿，没看到睡着了吗？若发现此事真凶，必交由我灵族来处置。不行，此事与众多山灵地仙有所牵扯，仙界必将追究到底。原来看似漫不经心的神态之下，他对自己的立场是那么的清楚。在涉及仙界的问题上，他不会退步半分。好，联审。找的都快撞上城墙了，你干什么啊？给你变个戏法。神不神奇？下次把你自己的头发。想必这就是福生门的老巢了。主谋在何处？右边。左边是何处？左边是关押各地山灵地仙之处。嗜血好杀，绝非好事。即便对面是你的敌人，
不劳神君说教。此处左方应当是关押各处地仙之所，我术法不精，便不去了。神君且自行去救你们仙界的山灵地仙们，我去右边探探，若就此能擒得此事真凶，还望神君作证，在两界联审之时，还我们灵界一个清白，休叫他人再胡思乱想。不愧是碧苍王啊！陷害我灵族，有何居心？陷害？这可算不得陷害。浮生门，明明是个凡人，为什么会活那么久？你到底是谁？意欲何为？阎王会告诉你的。想杀我？凭他们？当然不是。大仙，救救我！大仙，
大仙，大仙，救救我们！大仙，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他身上这是神力，他是。住手！留着他还有用。神力，神力。是有多重的事，不消化了吗？啊！就是因为想我，想自己，灵气更好的活下去。我会让你和灵姐都好好的，神灵，我会保护你。以前没有哪个人是星矢。
知道姑娘那边怎么样啊？发现你一定在竭尽全力救治病人，咱们也不能落下。贤君，我帮你提药箱吧，我陪你去看病了。好，咱们一起。贤君。多谢景云公子，我自己来吧。你伤还未好，还是我来吧。不如公子与锦溪姑娘一同去帮仙君，我可以自己喝药。没事儿，让他先去。来，谢谢仙君，谢谢。早点休息。谢谢仙君，谢谢仙君。仙君，累了，那歇会儿。我确实很想帮你，可是我担心，我怕我会露出原形。本神君的法力已经通到你身上了，绝对不会让你露出原形的。放心吧。仙君请自重。你的相好不是躺在地上吗？你出来作甚？我与失落姑娘并无私情，还请不要污蔑姑娘的清誉。还站着干什么？开门！芙蓉君，过来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过去一下。还不走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。你要是不开心，你就去照顾地上的那个姑娘，何必那么凶我？我做这些也是有原因的。反正景言哥哥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都是错的。